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神水！走吧，小帆，走啊！走！师傅，这里好像有人来过。焚香谷弟子应该已经来烧过一轮了，咱们得抓紧了。走。是。哼，又是你们这群小兔崽子，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容易放过你们了。哼，毒神，你又想让你的弟子当谷和我们同归于尽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弟子性命这么不值钱，死的就剩这么几个了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够用了？哼，我的弟子都有我亲手养大，所以他们的命本来就是我的。哎，你们几个就这么不想活命吗？宁愿当古人，也不愿意逃走？哼，少说废话，都给我动手！来啊，来啊！反正都要死，早死晚死的区别而已。上，都给我上！你，给我上！
等等，你确定这神水真的能复活碧昂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是怀疑这神水的功效，可是你看这立柱上的剑痕，显然已经有人来过。为什么他们不带走神水？而这神水之下应该有一个祭坛，但这里什么也没有。来此之前，我也查过天地宝库的古籍，上面确实说，这里不光有神水，还有一颗冥石。天地冥石。天地冥石，不就是关西崖的那一颗吗？没错。既然他们取走了灵石，为什么不把神水也取走呢？鬼王定是在知道观星崖之事后，开始追查天地宝库的下落。他为什么不带走神水？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不过天书不会有假。你先把天书带回去。无言，快替为师杀了他们！只要你杀了他们，我答应你，我就把天书给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力量吗？神水归我，天书归你。看来他已经不想再当你的帮凶了。哼，无言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体里还有蛊毒。你就不怕我引爆你吗？不用怕的。要想引爆你身上的蛊，它需要耗费修为。余都之祸，你才是始作俑者，如今终于可以偿还老城主的一笔债了。萧师兄，啊，鬼力他们在前面，毒神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。那我们不要耽搁了，一起走吧。好，走吧。你们想得天书，除非先杀了我。毒神！神水是假的。假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小凡，天意如此。小凡，哥哥，小凡，小凡，小凡。
当年诛仙剑没能杀你，真是失误。今天我一定要除了你这个师门的叛徒！哎呀，鬼力啊！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手下，你怎么把我丢下自己跑了呢？幸亏这只小猴子把我带出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可能是宝库崩塌，七夕其中的毒虫报复。鬼力又跑了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徒儿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啊！师父，不如你也救救我吧。从我拜你为师的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等着这世上能否有人救我。只可惜，活到后来才明白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求救不如自救。今日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比起你曾经的所作所为，今日没将你千刀万剐，就当是徒儿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吧。你们青云门旧情未断，故意包庇，
这下又让他跑了。叶璇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说的不对吗？10年前，你们要是在于都城外早点动手，何至于今日之患？要不是这次我拿了天书，只怕你们得全军覆灭。不陪你们玩了，告辞。这次的确是我们顾虑太多了，这是无功而返。也不算无功而返吧，起码知道了。小凡他还好好的，还跟10年前一样，依旧想着要复活碧瑶，没有助纣为虐，也不像江湖传言的那样成了杀人狂魔。我们这颗心啊，总算都能放下了。没拿到天书，也没拿到神水，不知他回去会如何。他毕竟是鬼王的女婿，肯定不会对他怎么样的，放心吧。现在焚香谷拿到了天书，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周爷爷来信，让我和小环赶紧回于都，回禀师门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你放心吧。现在萧师兄身受重伤，此地也不宜久留，我们这就回青云，等待师傅还有师叔们下一步指示。此行一举灭了长生堂和万毒门，也算是达到了目的。只是这神水竟鬼使神差的进入了小辉的体内。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神水取出来？神水已进入血脉，怎么可能取得出来呢？你也不必介怀，古书上只说这神水令人长生不老，却未提起令人起死回生。先前我也只是猜测，试一试而已。你让我去，只是骗我，好让我帮你拿到天书。复活碧瑶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天书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那你拿黄鸟做什么？9天灵鸟玄妙无穷，我只是借用几天，放心吧，不会伤害它的。它现在在哪儿？不用担心，过2天我就会让你见到它的。你那嗜血珠怎么会有裂缝？我也不清楚。与萧逸才交手的时候，他用的不是青云的功法，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力量，居然能够让嗜血珠裂开。我想，恐怕是这嗜血珠吸摄了太多血怨之气，加之这些年你用体内的天音和青云功法强行压制，再加上天书的力量，两相冲撞，最后在萧逸才的重击之下，才会变成如此。这血炼的法宝，在修补它的时候，需要得到法宝主人的精血才行。但这噬魂，乃是全天下最凶邪的法宝，还是待我想到妥善之法，再进行修补吧。
萧逸才曾经卧底在魔教，魔教当中可有什么别的功法，可以令人的功力迅速提升，乃至充满了狂性？狂性？或许吧。现在还不是解释此事的时候，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还有，刚才你跟我谈话之间，为何对我们门派还是一口一个魔教？你们之间相互讨伐，尔虞我诈，怎能配得上一个圣字？哼，那你先前出身的正道，又如何呢？正道中人所做的凶恶之事，也不比魔教的人差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我还真是想知道，现如今你心中到底什么样才是正？我也不知道。本想着由你和金瓶儿协助，鬼力夺取天书那是十拿九稳之事，而我只需要收取黄鸟即可，便没有在意李寻那小子。没想到最后，天书竟然被他用玄火剑夺走。我跟鬼力都太轻敌了，这一路上，李寻始终没有取出玄火剑，也算是耐得住性子。比起从前动不动就把法宝拿出来，已然不一样了。真是百密一疏。如今天书落入焚香谷的手里，再想夺回来可就麻烦了。鬼王跟鬼力都并不着急，你替他们着什么急？你貌似心情不错。解药拿到了。终于啊，你能摆脱这纠缠你半辈子之苦了，值得庆祝。走，喝酒去。哎，此次多亏鬼力相助，我不想欠他人情，不如请他一起吧。鬼力人呢？除了在碧瑶那里，他还能在哪里啊？碧瑶，我去了天地宝库，你还记得观星崖的天地明石吗？那就是放他的地方。本来以为这一次回来你就可以醒过来，可是都怪我没用。天书被李寻抢走，神水也没有拿到，青羽他们也去了天地宝库。这10年，大家的变化都很大。10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我担心等你醒来以后，你会嫌弃我老了。在死泽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就在我身边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呀？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死的。我要带你去很多的地方，带你去游山玩水，走遍天涯海角。师父，师父，情形如何？在死亡沼泽，小番找到解药救了我一命。他还几次提醒我们小心魔教的圈套，并且还暗中相助。他还是他，可好像又不是他了。他穿着鬼王宗的衣服，手里还拿着那件法宝。这看上去，那身衣服好像跟法宝更相配。
这法宝本就是魔教的，他从普智手中拿到嗜血珠的那一刻起，便注定了他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可是师父，小凡他很清醒，他没有入魔，他没被鬼王宗控制。虽说小凡有一颗正道之心，可他现在已经入了魔教，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是。说实话，小凡是我们青云养大的，但同时青云又亏欠了他很多，被自己所相信的师门背叛。大人呐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啊。那师父真的没有办法劝他回头了？青云一战死伤无数，正魔两道之间的仇恨已是无法消弭，回不了头了。可要是万一再碰上的话呢？那是他的命，也是为师的命。若是有一天真的碰上的话，说不得为师亲自动手罢了。前因后果，你们也无能为力。师兄，感觉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可是你体内的真气怎么这么乱？兴许是这次去死亡沼泽，吸入沼气太多了，扰乱了功法修为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可是你体内的功法，似乎和青云的功法不太一样。有可能是气息紊乱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就是了。师兄，林师弟，田师叔、曾师叔让你们去一趟玉清殿，询问死亡沼泽之行一事。靖宇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不如你帮我去跟师叔禀明事情吧。好，那师兄好好休息。好。鬼力前往天地宝库是为了那所谓的神水，而并非天书，你可确定？是的。我们进入宝库之后，鬼力有好几次能夺走天书，但他显然对天书并不在意。现在鬼力是否想夺天书，已然不是很重要的事。无论如何，这天书现在已经落到了焚香谷的手里。所以说，焚香谷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。师兄，这死亡沼泽一战，对我们正道来说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尤其是万都门还有长生堂一灭，剩下的鬼王宗自相残杀到如此的地步，相信实力下降不少。他们应该都自顾不暇了。曾师叔，弟子并不这么认为。自上次正魔大战之后，魔教一派如同一盘散沙，实力都在内耗，唯独鬼王宗一派韬光养晦，这么多年，先是收编了炼血堂，又有合欢派依附，而如今万毒门长生堂首领接连被诛，一定是鬼王宗所计划的。我也赞同陆师姐所言。离开沼泽之前，我和叔叔曾在四处搜寻过一次。结合青龙圣使最后的出现，想必那些人定是被鬼王所收编了。如今鬼王宗实施了整合魔教四大派的计划，兵贵精，不贵多，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，我们更难以对付。如此说来，鬼王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不如我们给焚香谷去封信，阐明利害，请他们把天书送到青云，由我们来保管。师爷师妹，
你想的过于简单了。这云逸兰素来要强，从他的徒弟李寻身上就能看到他为师的秉性。我估计啊，他不会听我们好言相劝的。舒长爱，我看这劝不劝的还在其次，但是这个信是一定要写的，一定要让这个云逸兰表一个态，到时候我们也好筹措下一步的举动。如今四灵血阵只差饕餮一只，便可以集齐。宗主此时最好还是不要将黄鸟交给鬼力，免得节外生枝啊。眼下能够用到他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所以还需要稳住他才是。你放心，他为了复活碧瑶，不会有异议的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在10万大山之内复活兽神。只有启动四灵血阵复活兽神，才能借天地之灵气复活碧瑶。他即便是知道了，也只能选择同意，别无他法。如今这一卷天书落在焚香谷手中，要想办法夺回来。要想进入10万大山，就必须经过焚香谷，反正得去一趟的。正好顺便取回天书。焚香谷僻处西南，也有上千年的历史。虽然近几代除了云逸兰和上官策之外，没什么杰出弟子，但是宗主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呐。若是在从前，我是断然不会跟焚香谷直接对上的。但是这一次，青龙在死亡沼泽收编了长生堂和万堵门的弟子，而合欢派又在先生控制之下。此时的总坛历经多年，统一大业，实力最强。虽然这一次焚香谷拿到了天书，看似好事，实则会引起他们的内部争斗，乃是祸端。这便是最好的时机。先生大可放心，焚香谷之事，我自有安排。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哦，也许是跟少主有缘吧。野狗长得不好看，自从炼血堂败落之后，就更像一个丧家之犬了，谁都瞧不起俺。承蒙少主看得起，从此以后，野狗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快起来！多谢少主。我的属下谁敢看不起啊？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就别去看热闹了，小心自己变成热闹。啊！我入炼血堂的时候，总坛那是派系林立，如今也没有什么4大派阀了。炼血堂被鬼王宗吞并了，合欢派也依附了鬼王宗，万毒门、长生堂门主被灭，也被并入了鬼王宗。现在总坛就剩下鬼王宗一个派别了。依我看呐，这鬼王宗干脆就自己称霸总坛得了。野狗，我说你这心也是大，你就对炼血堂没有半点执着吗？爱谁谁呗。以前年老大当头的时候，炼血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后来改换门庭，跟着碧瑶少主，我倒觉得挺自在了。起码他把我当个人看啊。现在跟着鬼力也不差，不会被他呼来喝去呀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待鬼力复活了碧瑶之后，他可就不会在这里待着了。
到时候门派里可没人罩着你。你要是想好好过活的话，还得趁早抽身才是。你呢？我说你这心也是大，你就对炼血堂没有半点执着吗？哼，爱谁谁呗。以前年老大当头的时候，炼血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后来改换门庭，跟着碧瑶少主，我倒觉得挺自在了。起码他把我当个人看啊。现在跟着鬼力也不差，不会被他呼来喝去呀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待鬼力复活了碧瑶之后，他可就不会在这里待着了。到时候门派里可没人罩着你。你要是想好好过活的话，还得趁早抽身才是。你呢？你不是也没人罩着吗？你怎么不抽身？还说我？毒公子这么爱偷听人墙角，是不是万毒门不复存在？毒公子太清闲了。我也想像妙公子一般悠然自得，只可惜我们仍身处总坛。走吧，宗主找我们。天书落入了焚香谷的手中，我与鬼先生商议，决定进攻焚香谷。待占领该处之后，便可顺利进入10万大山。到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协助。协助可以，只是手下无人可用。你需要多少人？听说所剩无几的万毒门人已被您收编。记得当年您曾答应过我，会为我取得解药，如今已经不需要了。能不能把剩下的万毒门人交给我处置？秦无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和宗主谈条件！绝无此意，只因师门之中曾有不少门人得罪过我。如今师父既然死了，门内说不定还有些秘密，我要与他们一桩一桩的清算。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比你更适合统御万毒门。你来之前我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只是当务之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待完成焚香谷的事后，我自然会将万毒门还给你。如此，无言定当尽心竭力完成任务。那我还需要做些什么？你只需配合无言就行。他会带你混进焚香谷，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。到时候，你只要和他配合就行。是。宗主，秦无言可不好控制，别忘了，毒神是怎么死的。罢了，看在青龙的面子上，先这样吧。来日若有异动，再收拾他。是。琪儿，师父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10年了，你每次在这舞剑，为师都在想，你在想谁？为何不能忘记？师父，弟子想忘记，可往事一点一滴，都似刻在了心里，再也无法抹去。此次前往死亡沼泽，一路之上，我一直在告诉自己，正谋不两立，
他已是青云的叛徒。可在死泽，在天地宝库，当我遇到危难时，他还是当年的张小凡，奋不顾身的来救我。不要再想了，不管他是张小凡还是鬼力，都不可能再进青云，青云也不可以容他。为什么？这世间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理由，只有认命。认命？什么是命？上去好像又老了几分呢。岁月催人老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对了，你不必担心诛仙剑的得失。听不易讲，前往死亡沼泽的林惊羽等弟子已经回来了。如今的青云门也后继有人。林惊羽，他的确是块好材料，无论他的心性还是他的资质，都是上上之选。那当年你为什么不把他招入你的门下呢？因为他太像一个人，他的气质、他的表情，乃至他的心性，都跟那个人十分相像。如果让他留在我身边的话，我会睡不着觉的。我是在跟你开玩笑。10年了，你的伤还没好吗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诛仙剑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杀念？我也没有想到，这诛仙剑的反噬之力，竟然如此厉害。诛仙古剑威力巨大，再加上诛仙剑阵，足可逆天。如此的暴力之物，大为天意。你在动用诛仙剑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了。我自然知道，在幻月洞府的石碑之上，明明写着：自青叶祖师以下，历代祖师都有严令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得动用诛仙剑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你多动用几次诛仙剑，或许你会死得比我快。怎么，你要走了吗？
还记得当年我救你的时候对你说的话吗？我救你，是因为我欠你的，但是我是不会让你比我活得更久的。你们也甭想得到！住手！没事，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怪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也不知道鬼王他们把小黄抓去，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小黄，你回来了，是鬼王他们把你放了吗？他们把你抓去是要干什么呢？无言之前一直受制于毒神，性格孤僻，如今刚离开万都门，定会一心为总坛办事。若有言语不当之处，还望宗主海涵。只要他不起异心，我是不会亏待他的。既然宗主对天书志在必得，但仅凭他和金瓶儿，恐怕势单力薄，还望宗主让属下一同前往协助他们。不必了，让他们先去打探风声。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四灵法阵的作用，等确认最后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之后，你我再一起行动吧。是什么东西？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，鬼先生复活兽神的研究所得吗？记得。想要复活兽神，需要3个必备条件：新的肉身及祭品，魂魄及兽神之魂，以及复活他的咒语的力量及天书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足够充沛的天地灵气，来保证他的血肉和魂灵的相结合。没错，四灵法阵就是起到了牵引天地之间灵气的作用。我谋划多年，只要找到了饕餮，就能布置四灵法阵。你知不知道当年的黑心老人复活兽神为什么会失败吗？是因为他的天书只有1卷，咒语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吗？这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黑心老人手上虽然有兽神之血，但是他并无躯体。兽神的灵魂被召唤出来之后，无处依托，他为了存活下来，不得不去抢黑心老人的躯壳，但是又被金陵夫人舍身击破，因此复活大计才会失败。这也阴差阳错，正是我们复活兽神的前提条件吗？正是。鱼都万夫古窟中，兽魂是被击碎，兽神的魂魄散落在天地，正在朝着10万大山汇聚。而这散落在天地之中的魂魄，终究是要消散，无法持久。现在，他的力量也正在逐渐减弱。所以，这就是您准备4灵血阵，打算提前复活兽神的原因吗？鬼先生利用4大神兽的力量布置了这个法阵，
就是为了聚集兽神游离的魂魄。但是这最重要的，还是兽神新的身躯。只有有了这个躯体，方可大功告成。我教之前得到的兽神之血，均已分发给各派，大多数都被用掉了。这新的身躯，又上哪去找呢？兽神之血，我记得一共有4瓶。炼血堂得到了1瓶，豢养出了血鲲。小心！万毒门得到1瓶，被毒神以化骨之术炼出了数以百计的毒人。长生堂也得到了1瓶，被玉阳子炼成了血质。我们鬼王宗也得到了1瓶。15年前，我已经把兽神之血的种子妥善地培养了。现在，这个种子已经逐渐长成。我们这次之所以按兵不动，就是要将这本应该献祭给兽神的身躯，顺利地引到10万大山。待他前来之后，真正复活兽神。什么人？放了他！营业偷听，可不是副宗主所为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黄鸟确实要用作4灵血阵，所以暂时我不能还给你。不过你也无需担心，黄鸟乃9天神兽，不死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. 那你还抱着复活兽神的幻想？这不是幻想，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布设4灵血阵，不光是为了复活兽神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复活我的女儿。当4灵血阵启动之时，将会汇聚天地之灵气，只有那样，必要才有希望。你是在利用他，利用我对他的执着，来帮你复活兽神。鬼力，难道你忘了当初碧瑶是怎么死的吗？对于你来说，你只是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，而对我而言，却是2个，除了碧瑶还有小痴。我不想当年的事情再发生，
所以，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力量，才能止息这延续了1000年的正魔之战。你问过碧瑶的意思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碧瑶和小吃的死？当年我派东躲西藏，内部分崩离析。不，害他们无辜惨死的，正是你所谓的力量。没错，碧瑶是为了我而死，但是你心里应该明白，碧瑶从来不愿意看到无辜的生命死去。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心中的信念。没错，碧瑶受你的影响，一直认为启动4灵血阵复活兽神，将会令天下生灵涂炭。但是，你们所知道的就一定是真相吗？那我问你，当年圣域玲珑为什么要制造兽神？正是为了满足他长生天地间的意愿和改变蛮荒的悲剧。兽神不会帮助任何人，他只是一个囚禁1000年的冤魂，充满了戾气。一旦复活了他，世间的一切都将被摧毁。是与不是，你可以用你的双眼去看看，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判断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相信，一定要阻止4灵血阵，阻止碧瑶的复活也无妨。我不相信，你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会亲手毁掉这唯一的希望。那就走着瞧吧。我是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。我人生有大憾事，日夜镂刻于心。生不如死，却又不能不生。生则尚有期望，死则为北倾怯弱之人。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正道？你们全都是在骗我。我这一生苦苦支撑，纵然受死，却从未违背诺言。可是，我又算什么？活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10年生死茫茫，执着寻觅，最终却成了鬼律。碧瑶，是我错了。
以万物为刍狗。鬼力，你要想杀萧师兄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。我不信你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会亲手毁掉这唯一的希望。孩子啊，看来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呐。师父。小竹峰上见，忽去山下边。人间很难料，天上月长缺。我好了。张小凡，你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快起开啊！一君一平笑，怎我长相思？小凡，我想你了。